分得清吗，陛下？都是谁啊？啊，这一个朕见过，这两个朕没见过。陛下见过的是我的小堂姐，这两个姐姐是刚从洛阳搬来的。这个是我大堂姐，这个是我二堂姐，可别弄混了。常来常往，也就混不了了。皇上能饮些酒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姐妹三人敬皇上和娘娘一杯。别的酒可以不喝，这杯朕是一定要喝的。朕生病之时与你首次见面，那可是3伏天吹来的一阵习习爽风啊！来，就是醉了也是醉卧花丛。那陛下可别眼花缭乱了，反正他乡为故乡啊。好，朕现在就下诏，封御寒的大姐为韩国夫人，封二姐秦国夫人。你嘛，是贵妃最小的姐姐，就封你一个虢国夫人吧。皇上，为什么因为我是最小的姐姐，就封我为虢国夫人呢？因为在春秋时代，虢国是最小的国家。那臣妾就带我的姐姐们叩谢皇上对杨家的隆恩了。龙佑节报。玉环，外面有喊声，好像是军报。对了，龙佑节报。皇上，龙佑节报。娘娘，皇上呢？我们走。陛下，龙佑捷报。报。恭喜陛下，皇甫惟明将军率龙佑大军攻克吐蕃弘济城。拿玉地图来。真不巧，遇上了战事。只是我们的皇上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风度，反而把我们扔在一边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皇上迷信着呢。早年打藩人时，有一次皇上读私时接到军报，这恰好是大捷。这可好，从此每逢军报，皇上都会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。太好了！皇甫惟明将军为大唐全体将士树立了敢于决胜的典范。如果朔方河东的王忠嗣将军也能像皇甫惟明一样，在明年入冬前光复吐蕃人的石宝城，则大唐西北边境就能连成一线，到那时西北就安全了。陛下，朝廷是否要对陇右我军予以嘉奖？不，仅嘉奖不足以。传诏，召皇甫惟明将军回京。朕要在司马门亲自行献俘检阅之礼，以振奋我大唐全体军民的士气和信心。遵旨。告诉皇甫惟明带一支精锐骑兵押赴回京，让长安的万民亲眼看看我大唐前线军队的风采和实力。遵旨。来，玉环，你知道朕什么时候最有自信吗？陛下呢，什么时候都自信，包括一个人在屏风后面藏着的时候。哎，你那3个美人姐姐没说什么吧？说了，他们说他们想不到大唐君主如此随和，百无禁忌，尤其是我那个小姐姐。真的？他敢这么说？当然了。那好，下回他再来，朕得当面问问他。你还别说啊，你那3个姐姐
属他风情万种呢。别忘了，下次啊，让他再来。嗯。皇上调皇甫为民将军回京，会不会有别的用意？会不会一高兴，让他入朝为相啊？哼，这个我不担心。皇上年初刚刚设立了左右相制，我为右相，李时之为左相。哼，没有他皇甫为民的位置。那大人担心什么？你呀，要学着看着地图。这书有看厌的时候，唯有这地图百看不厌，常看常新呐。皇甫为民去年破吐蕃于青海，刚刚又占领了弘济城，现在皇上又把目标转移到了这儿。王忠嗣的对面石宝城，你知道吗？整个西北占据了朝廷2/3的军费，王忠嗣再打，那势必要再追加更多的军费。是啊，这是皇上的战略，西北是朝廷战略的重点。问题就在这儿。朝廷的重点不能成为他太子个人势力的重点。你知道他的2名亲信占用了朝廷2/3的军费，还要追加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整个大唐一大半的财力都在为太子登基打造宝座呀！怎么得了啊！大人，朝廷的财政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会没有问题呢？我李林甫在别处节衣缩食抠出的钱，都投到西北去饲养太子的野心，我不甘心呐！这就好比是自个儿在那儿搓那根上吊的绳子。我明白了。既然大唐的战略无法改变，那大人何不改变一下统领西北的将领呢？如果大人换掉西北2位太子的亲信，大人不就可以公私兼顾，劳而有功了吗？能这样当然好，可这不刚在兴头上，人家刚打了胜仗，气焰万丈。哼，这时候动他，不是与圣意民心相悖吗？圣意，大人也许对皇上心思的理解上有错误。你是如何理解的呢？我看皇上召皇甫为民回京，并非完全是为了宣传。古今对付功臣的办法不外乎有3种：一，受之后不令其到任；二，事成后即召其还朝；三，给他个闲职挂起来。西北既然耗费了朝廷如此大的军费，身为右相的大人顺理成章地负有监察之责。大人可向西北2军派出监察使，审核所有的军费财政，百密一疏。如此大的开支，完全没有纰漏，是不可能的。以财务为由派人监察2军，这个主意出得好啊！好啊，皇甫将军就要凯旋还京了，
真是会得岸边即明主，坐送封山也未迟啊！真是喜事。来，臣妾恭贺殿下前方大捷。贺殿下。别贺我，要贺皇甫将军。贺他也就是贺殿下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难寻呢。好，那就既贺千里马，也贺我这个伯乐。来。安禄山无尺寸之功，竟然攀了个骠骑大将军。皇甫为明将军立下如此军功，皇上不知道会怎么赏他呢？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了，这么轰轰烈烈的，成了朝野的热门话题，我倒心里有些不安了。毕竟西北的2位军事统帅都与我关系太近了。殿下不必过于拘谨，朝廷当下正有许多人怀疑殿下的治国能力，这不刚好吗？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天下苍生啊，谁不盼望着未来的国君是个称职的人选呢？未来是未来，现在是现在，功高盖主者威啊！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张扬西北的胜利是皇上的决定啊，也不是太子殿下的自我标榜啊。不，这种时候更要小心。你带我跑一趟，务必要在皇甫为明进京前见到他，告诉他此番进京不要忘乎所以，要保持低调。你就是皇甫为明将军派来的联络官？是的，皇甫将军派末将来与大将军讨论此次进京报捷的所有细节安排。你们来了多少人啊？按皇上的圣旨，皇甫将军特地挑选了攻克洪继城的首功之旅，共3000精锐骑兵，接受天子的教阅，也作为对功勋将士的奖励。军旅已到达何处？已经接近咸阳。皇甫将军要求部队昼间在旷野扎营，夜间进入城郊驻扎标营，以免惊扰地方。夜间进入，皇甫将军不想过于招摇。错。皇上此次调你军凯旋还朝，其目的就是要招摇，要大张旗鼓的开进，轰轰烈烈的行军，振奋民心士气。夜间进入，那不是锦衣夜行了吗？白费了这趟差旅钱。转告皇甫将军，不仅要白天进入，还要张旗奏乐，一仗开进。缺少的旌旗、军旗、号角、战鼓，我这里可以增拨。记住，所有的战俘要着起本国的战袍铠甲，以增加献俘的色彩。一句话，要让沿途的百姓感受到大唐的国威军威，感受皇上的英明，要让他们欢欣鼓舞，奔走相告。遵命。正式的献俘教阅之典定于本月初10，届时皇上将在南司马门上教阅参战将士，接受献俘。在此之前，你部驻扎城外标营，未经皇上批准，一兵一骑都不许进入城内。遵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件事，皇甫将军十分不解，他让末将来想请教右殿门卫大将军，中书省于5天前向我军派来了2名监察使，要审核我军的军费财政。皇甫将军想问问，此事皇上是否知道？这样的事，皇甫将军不理解，为什么中书省要在军队大胜之时审查账目，似乎公然亵渎我军的胜利以及将士的鲜血。这件事等我打听清楚了再说。大人，皇甫为明将军拒绝派出监察使审核军费，监察使拿不到军费账目。他拿什么理由拒绝啊？当然是军功了。他认为此事审核是对牺牲将士的亵渎，只算钱粮，看不到此役对朝廷的巨大贡献。我看他是昏了头了。
朝廷用多少钱粮才堆出了那些军功啊？哼，他是要贪天功为己有啊！大人看怎么办呢？他拒绝了才好呢。他要是不拒绝，那么大笔开支还不知道要审查到猴年马月呢。去，告诉监察使，既然人家不欢迎，那就届时撤回。玉环，这就是国政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皇甫将军已经到京，这让你接着体会一次什么是胜利的喜悦。三郎该不是让臣妾也参加校乐和献俘吧？那倒不是，也不合制度。不过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远远的看看场面，你会觉得振奋的。那和街上看花灯又有何区别？上元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？臣妾宁肯上街去看看市井的灯会。小家碧玉了，你呀，还是没有把朕的事当成你自己的事。三郎，臣妾可以单独见见皇甫将军吗？你的想法很奇怪啊。三郎，臣妾知道后宫不得干政，可臣妾还是想见见凯旋者的尊容。听说皇甫将军能征善战，就让臣妾亲眼见见这位英雄吧。能征善战的英雄就在你的眼前。在哪儿啊？朕啊。三郎，别开玩笑了。这不是玩笑，这是常识。兵有胜于朝廷，其实边关战事的输赢，早在朕决策的同时就已经注定了。所以，真正的凯旋者，就是每天和你见面的朕。你不相信啊？等一下。皇上，皇甫为民赶走了监察使。让李林甫把情况赶快报上来。遵旨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问题？也算是吧。胜利之师把朝廷派去的监察使给撵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记住了，最能打仗的部队，也是最难驾驭的部队。即便是朝廷的权威，也无法使桀骜不驯的军团变得俯首听命。哎，你不是想见见皇甫为民将军吗？好，朕准了。不过朕提醒你，你要看的是他是否尊君守礼。辛苦，还好。将军，这是宫里对教阅献俘的最新安排，请将军阅视。原来的安排有什么变动吗？只有2处改动：一，皇上出场时间没定；二，宫里要求将军明天上午入宫觐见贵妃娘娘。什么？见贵妃娘娘？这也是正式的安排吗？末将拿到的最新安排正是如此。是。检阅献俘是军中的最高礼节，不是后宫的娱乐。让我去觐见贵妃娘娘，我跟她说什么？有什么可说的？哼，搞什么名堂？将军不要动气，太子殿下让小奴一再提醒将军，此次入京时务必保持低调。我也想夹着尾巴进京，可皇上不让啊，一定让你大张旗鼓的开进，轰轰烈烈的行军。哎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咱这哪是军队，是表演队嘛。这边李林甫要监察你的军费开支，那边皇上把你当成了杂耍，还要去后宫啊觐见美丽的贵妃娘娘。照这样下去，大唐军队的未来就很难说了。
将军的牢骚，万不可向任何人有丝毫泄露啊！我知道，我还没有那么傻。你这次回去，务必把我的意思向太子殿下带到，对李林甫之流不可以丝毫手软。我顶了他，他还不是照样乖乖地撤回了监察？我一定转告，也请将军在太子殿下没有回话之前，千万不要乱说乱动啊！放心。听说你派往军中的财务监察被皇甫为民给撵回来了。是的，皇上。也许是臣挑选的时候不对，所以给朕再派，立刻派，看他皇甫为民还撵不撵？皇上，这不好吧？皇甫将军也许有他们的道理，还是不要弄僵了。明天部队就要检阅献俘，让你派你就派，你李林甫代表的是朕，弄僵了，他敢？朕当年在骊山阅兵，郭元振的军功比他皇甫为民大多了，朕照样罢免了他。朕就不相信皇权的威势震慑不了骄兵悍将。去，今天就给朕出宣派去。臣遵旨。陛下，皇甫为民与当年的郭元振还是有区别的。当然有区别，否则朕也用不着派监察，早就把他宰了。对于皇甫为民，陛下还是再琢磨琢磨吧。李氏，这件事朕已经琢磨多年了。便率权重，又如此桀骜不驯，长此以往，定生大患。现在你知道朕为什么要用心扶持安禄山了吧？朕就是要以胡人来平衡悍将的骄横。是啊，得管管了，不管不得了啊！此事如果不办妥了，大唐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定。将军，全军已集合完毕，等待将军训令。好，皇上昨日派来的监察使都安置好了吗？安置好了，他们昨天晚上找了许多军官们单独谈话。谈什么？他们不是来审核军费的吗？有这样审核的吗？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信任我皇甫为民，还是怕我皇甫为民在教育室搞鬼啊？朝廷既然不信任我皇甫为民，又为何要大老远的调我来京？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皇甫为民献丑吗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监察使又回来了，而且是父皇亲自派出去，这个祸可惹大了。听皇甫将军的口气，他好像不怕查。大宗的军费无非是粮饷、军械、战马人员损糊涂。现在查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父皇要看的是你对朝廷的态度。皇甫为民怎么这么鲁莽？这也不能全怪皇甫将军，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这都是那李林甫事先设好的套，套住了将军，也套住了皇上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就是听不进。好好的事情弄成这样。殿下不要着急，皇上也只是有些不满而已，想想法子，兴许还能弥补。这个李林甫是个祸根呐，你这儿给堵上了，他又给你捅出那个来，老这么一味的弥补退却，不是个办法，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。那殿下的意思是？现在看来，一个皇甫为民纵然是清白无辜，也难向父皇说清了。既然说不清，那就不要徒劳自辩，是非自有公论。公论？自李林甫当政以来，朝廷万马齐喑，就连左相李世之都好久没说话了。我说的自辩，是不要就事论事，要想说清此事，就要从根本上说。他李林甫就是嫉贤妒能，擅权专制，要拿出行动弹劾他李林甫。殿下不是要放手一搏吧？如果在局面大好的形势下，皇甫为民败倒在李林甫的手下，那今后我还有取胜的机会吗？不是要搏，而是要自卫。
寸。敬礼，将军威武！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皇甫为民，奉旨参见贵妃娘娘。胄甲之事不办，将军请起吧。谢娘娘。坐吧。来人呐，赐酒。将军是军人，又从前线凯旋而归，为了表示对前线将士的敬意，我特意以军中礼节接待将军。也许引将军善笑，但是这的的确确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娘娘既然知军中礼节，那么这就是标准的军中上阵前的礼节，是吗？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正是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好，将军果然威武。以前我了解的战场，大抵是从边塞诗人那里得到的。今日亲眼目睹将军的豪气，果然是甚感欣慰亲切。娘娘如果只从诗中了解战争，那必定是跛足的。那些士大夫们求战功名之心甚切，诗中也只有那股对于妖金一子的渴望，恰恰少了战场的实情。渴望战功，总不能算错吧？将军，你说，以女人的身体作为苟安的城堡，与敌人和亲好呢，还是用武力打败敌人更好？本将此番来京，是接受皇上教育的，没有在后宫讨论朝廷战略的义务，请娘娘原谅。我也不懂军事，只不过想瞻仰一下胜利之师的风采。将军，谢谢你能来。来人，这也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，带回去给你的夫人吧，替我问她好。本将作战乃职责，军功将士也已收到皇上的慰劳，内子并无尺寸之功，怎敢受娘娘如此拥惠之礼？拿下去。娘娘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本将就此告辞。明日皇上还要检阅寿服，还有许多军务需要处理。将军请便吧。假的就是假的，这假的见了真的，马上就现了原形了。三郎，还真是啊，这位皇甫将军真的有股军人的味道。把这酒商给朕扫地出门。哎，玉环姐，我听内侍们说，大皇帝今天检阅时着戎装，还佩剑呢。是吗？皇上自己就是大唐的最高统帅，皇上没必要着戎装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宫里的羽林军昨晚啊都调到司马门去了，好像进了什么藏兵洞。哎，你说他们这么大动干戈的，是要防谁呀？不知道。可我听说你前些天在高公公的寝室里逼他跳舞，这是皇宫，宫里是有规矩的。哎，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小了。那高老头瞎报丧，难道不该罚吗？阿蛮，以后做事还是要注意分寸。你呀，什么事都管，如果管得太过头，姐姐可保不了你啊。知道了。哎，玉环姐，今天你不上司马门吗？哎，我没那个福分，制度上不允许呢。
校阅的时候，朕在司马门楼上没能看清楚你。现在看清楚了，你的气色不错，兵带的也不错，朕对此次检阅甚为满意。赐酒。末将叩谢皇上恩典。慢着，将军今天怎么不按军中礼节喝酒了？你应该砸碎酒商才对啊！如果照军中饮酒礼节，碎伤者应是在场军事长官。今日天子在上，天子为大唐最高军事统帅，碎伤者应是皇上。你皇甫威名虽然鲁莽，却还是有分寸的。是啊，一个边帅，位高权重，懂得分寸就好。朕看就这样吧，朕和你也算见了面了。你皇甫威名如果想在京师待几天，可以休养几天，但军队得先回去。皇上，臣有一件要事。要事？什么要事啊？臣要弹劾一个人。弹劾谁？宰相李林甫。奏成呢？如果弹劾了李林甫，那么你认为朝廷的首辅宰相谁可以担任呢？臣未曾细想过。不会吧？你觉得李林甫不合适，要弹劾他，这说明你还是有标准的。说吧，谁适合你的标准？要说适合，韦坚最适合。他是朝廷中有名的兴利之臣，得民意锐于尽，从不护权用事。行了，韦坚朕还是熟悉的。朕看这奏成就放在这儿吧，毕竟不是小事。待朕沉下心来，自会看看你在奏成中弹劾他的理由。至于选谁来替代他，朕会好好斟酌的。你下去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李氏，奏成留中不发。看来李林甫是得罪了一些人呐，否则皇甫威名不敢弹劾他。朕不用看就知道那上面写了些什么，无非还是说他口蜜腹剑了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陛下，这奏章上主要是说李林甫口蜜腹剑，擅权专制。擅权专制？哼！朕不出长安近10年，天下无事。朕欲无为而治，当然要把大权交给他李林甫。他用的是朕的权，也是为朕得罪了那些人呐。陛下，老奴以为军国大事不可都交给他。若他日后威势一旦震于朝野，那今后谁还敢向皇上说真话呀？怎么？你立誓也怀疑朕的用人方略了？老奴不敢怀疑，老奴只是想提醒陛下，不要让李林甫太嚣张了。你是说朕老糊涂了？哎呀，陛下，是老奴老糊涂了。贵妃娘娘交代的事，老奴差点给忘了。她交代你什么事了？贵妃娘娘交代老奴，千万别逗着皇上说自己老了。老奴不知死，还是让皇上话赶话给赶出来了。老奴回头啊，得上娘娘那儿领罚。哼，她要怎么罚你啊？娘娘倒没什么，菩萨心。就是那个小鬼头啊，鬼主意多。上回我给娘娘保丧，挨了娘娘的抢白，那小鬼头啊也来怪老奴啊，还罚老奴光着身子跳那个霓裳羽衣舞。哎呀，差点没把老奴给难为死啊！哎，这种事啊，只有阿蛮做得出来。哎，你也是，他让你跳你就跳啊！陛下别提了。哎，那小鬼头啊，把
半夜潜到老奴的床边，一下就把被子给掀了。大冷天的，冷啊，不跳就不给被子盖。你朝他瞪眼吧，他就大呼小叫的满宫里吆喝。哎呦，谁受得了啊？递上去了。父皇没有反感吗？没有，皇上问了，如果弹劾了李林甫，谁来接替？皇甫为民将军说，围歼合适。是吗？都谈这么深了。皇甫将军非常乐观。我原先不想把围歼纠缠进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围歼也得出头打这一仗了。他在朝廷中还是有些号召力的。如果左相李世之也能出面说话，那李林甫这次就死定了。李世之，我指望不上他。李林甫的事不宜久拖，我要快刀斩乱麻。怎么样？皇甫为民的3000骑兵刚刚开拔，返回陇右。皇甫为民自己留在京城，据说是皇上批准他休养几天。那就是说，他已经见过皇上了。听说见过了，可具体谈什么不知道。通知沿途驿站，密切监视3000骑兵的去向。要知道，这些精锐骑兵日行千里，宫中禁军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要防范他们的任何不轨。下官明白。还有，皇甫为民留在京城未必只是休养，要埋伏盯死他，看看他都和哪些人来往，尤其是太子那边要更加注意。放心，我派人盯死太子宫。知道了。臣妾新派的舞蹈只献给最能征善战的统帅。朕太高兴了，玉环越来越明事理了。你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怎么老拿过去的眼光看皇上呢？皇上老了，身边有贵妃，享享福，麻烦越少越好，这也没什么不对。李林甫能干，就让人家干呗。擅权专制，可毕竟没专到你的头上，你跟着瞎起什么哄？哎，皇上说，身边能说体己话的就你了，你就觉得了不起了。又是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又进爵渤海郡公。可这些都是皇上给的，能给你，也就能再拿走，轻可见的事儿。拿走了，就什么都不是。皇上就是皇上，
老奴就是老奴，把这个弄糊涂了，离死期也就不远了。大慈大悲的佛祖，高公公，嘿嘿，哎呦，在呢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谢阿蛮呢。哎呀，嘿，春顺，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哎，高公公。哎呦，春顺，哎呦，我问你，有人的时候叫我一句高公公也就算了，没人的时候呢？叫干爹，哎呦，叫亲爹，亲爹，记住喽。哎。你不在家好好的侍候贵妃娘娘，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娘娘啊，好侍候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抽空过来瞧瞧你。听说皇上给你犯脸色了？胡说什么？皇上教诲臣子，那叫犯脸色吗？你小子怎么知道的？不是你老叫我要多上心吗？怎么？你把心上到干爹这儿来了？说，你是谁的人？瞧你说的，要不是你栽培我春顺，我能去娘娘那？听说皇上给你犯脸色了？胡说什么？皇上教诲臣子，那叫犯脸色吗？你小子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不是你老教我要多上心吗？怎么？你把这心上到干爹身上来了？说，你是谁的人？瞧你说的，要不是你栽培我春顺，我能去娘娘那儿做战士？春顺一辈子感激你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坑我亲爹，我也不能坑你呀，我怎么能对你有二心呢？爹，你小子，别跟我这弯弯绕。记住了，千万别自作聪明，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贵妃娘娘那儿怎么样了？娘娘对下人好，也没什么毛病，就是好玩。这会儿啊，正给皇上看他新排的舞呢，得下半夜了。多好啊！如果朝政大事都像娘娘那样，乐呵着就给办了，哎，该多好啊！来，看看明月。嫦娥虽是美女中的长寿之人，玉环，可千百年来待在清冷的月宫里，怕也是寂寞非常，挺可怜的。可是臣妾并没有觉得月宫里寂寞呀。嫦娥有吴刚，有玉兔，他们千万年都在一起，这多好啊！还有美酒，一醉方休啊。臣妾今天晚上真想喝醉酒，靠在三郎的身上，永远都不醒来了。臣妾教训过阿蛮了，你就不要再罚他了。历史跟了这一辈子，阿蛮也太放肆了，你教训得对。起来了，哎，这一晚上净想事了，浑身疼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可是上元节，这宫里啊也得多挂些灯，热闹热闹。哎，高公公呢？老奴在呢。高公公，今天是上元节，宫里有什么安排吗？回贵妃娘娘，宫里已有安排，
从禁中到庭院，共挂5万盏灯，处处彩带盈庭，灯烛如昼。安福门将挂巨型灯轮，并安排100名少女在灯轮下踏歌。芙蓉园太液池内将飘放莲花灯，并被灯船好了，先不扯灯的事啊。是，不扯灯的事。玉环，你入宫后还从未赐宴给力士吧？今天你得好好请请啊。皇上，使不得。高公公1年365天都在照料皇上，臣妾今天就照料公公。三郎，你也得参加呀。这还用说吗？更衣。这绝不是偶然的。什么事儿？你自己看吧。皇甫为民弹劾宰相李林甫奏折。太子已经先向我李林甫动手了，这不奇怪。奇怪的是，谁把这个奏折直接送给我，有意泄露此事？是高力士，还是皇上？大人说什么？杨昭没听懂。不懂可不行啊！朝廷的政治规则是为能够悟懂玄机的人而设定的。把弹劾李林甫的奏章送到我李林甫这儿来，这只能是皇上的意思。刚刚大人说太子已经先动手了，难怪他们之间来往频繁呢。皇甫为民也没闲着，他一直四处活动，太子也通过家奴一直保持联系。李世之也比往常显得活跃，还有韦坚也开始露头了。我此刻最关心的是那3000精锐骑兵的去向。据沿途驿站的报告来看，部队返程还算正常。什么叫正常？只要这支劲旅距离京师不出1天的奔袭范围，就不能叫正常。这倒是。决战是免不了的了，只是以何种形式进行，要继续盯住那支骑兵的动向。知道了。皇上给我的暗示非常重要，既然太子已经出手了，我李林甫也得正面的予以回应。去，把御史中丞杨慎金和王弘叫来，让京兆府法曹吉文也来。大人，都来中书省是不是太惹眼了？做相李世之的人会警觉的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堂妹在城内闲置了一处私宅，要不去那儿？不，公务不能在私宅办理，要堂而皇之的办理，还要公开的办。杨昭啊，宫里如此巧妙的暗示，回避的就是私情，亲情为私，执法为公，法治不行等于藏私。你要记住，不要为将来的结案留下丝毫的把柄。明白了。今天是上元节，是天下人的大日子，整个长安城将万灯齐亮。但愿这灯火是为勇敢者而明的。今年的灯得多挂些，得去这些年的晦气。别那么惹眼招人，想看灯到街上看去。是啊，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。不，今年不同，一定要亮，要吉利喜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韦坚大人派人传话说，李林甫今天召集了诸多要员在中书省密谋，看样子弹劾的消息泄露了。怎么搞的？谁泄露的？韦大人说，要么加快弹劾程序，要么快刀斩乱麻。这样不是太仓促吗？皇甫为民还不知情呢，如何协同一致？不协同一致，又怎能快刀斩乱麻？殿下要联络皇甫为民，今晚倒是最佳时机。今晚是上元之夜，全城解除宵禁，彻夜狂欢。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，均可以无所顾忌畅游长街。殿下想要联络谁不行吗？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殿下想要见谁，只需给小奴一个名单，小奴会派人约其在固定的地方等候。届时殿下借徜徉长街之机，
一边赏灯，一边把该见的人也都见到了。一个太子在大街上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，恐怕我是第一个。这必将在入清时，殿下是敢为天下先呐。哎，多吃点啊，别跟朕客气。哎，多吃点好。还是玉环说的对呀，你历时1年365天侍候朕，朕哪怕侍候你1天呢。皇上千万不可如此说，折杀老奴了。我听三郎说，三郎做皇子时期，公公就一直紧随左右，为大唐的昌盛立下了赫赫功劳，成为皇上唯一能彻底信赖的人。老奴无能，让陛下失望了。老奴今后再不可妄言天下之事。哎，不能这么说。帝师啊，朝廷的权力无非是2个，一为军权，一为相权。而你立誓在军权和相权之间理顺调解，功不可没，在朝廷中的作用是没有人可替代的。一方面，朕能从繁重的政务中超脱出来，朕能操纵全局，并有足够的时间休闲养生。李林甫于朕是有功的，这是事实。李林甫的是非功过暂且不论，百姓能在今晚观赏万家灯火，朕与你们能坐在这儿安稳地喝酒，李林甫就一点功劳都没有吗？朕就不相信。那个奏折交给李林甫了吗？就让他们相互牵制着，不如此朕不安心呐。三郎是和臣妾说好的，今天是臣妾请公公，可是三郎却在这大唐国事，既冷落了臣妾的客人，又夺了臣妾做主人的威风。好，不说了，你来唱主角。公公，我看你呀，也是劳碌的命。皇上要能闲散，公公必然得劳碌，只是自己要把握着，别劳碌坏身子。来，公公，我敬你这一杯，为公公的劳碌，也为三郎和我能够闲散，干了这一杯。得体。朕看贵妃还真是朕的知音呐。李氏，贵妃这杯酒是心疼朕与你兄弟2人，你一定得喝。三郎称公公兄弟。皇上，老奴承受不起啊！李氏，进来。李氏，朕与你本来就是兄弟，50多年了，你为朕做过的事，朕永远都记在心里。朕的身边有多少居心叵测的人呐？只有你这老奴，一直对朕忠心耿耿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老奴今天这杯里盛的不是酒，而是一掬感恩的泪呀！公公，今天我这杯里盛的也不是酒，而是盛的蜜。看见三郎和公共君臣之间如此情深，臣妾不知如何。来，再喝。将军，看这灯多好看呢！叫我公子啊！公子，这灯多好看呢！灯下的美人更好看呐！啊！来，
走，去看看。去那边看看。公子，咱们也买一只戴戴吧，瞧多有趣儿啊！这主意不错，我要一只湖面的。走吧。走。回边去！干嘛呀你？公子，随便看看。公子，情况紧迫，有些计划需要改变。什么地方出错了？皇上的态度很平和。皇上从来都很平和，可是他的身边云诡波谲。你上次弹劾的事，李林甫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光明正大。你太简单了。如果消息是父皇自己泄露的，那么集体弹劾李林甫的对手就是皇上。君主也难免受人蒙蔽。只要明天元宵赐宴之上，我们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以事实让皇上认清李林甫的面目，弹劾并非不可能啊！你迷糊了。你的理你的情，父皇不听也早就知晓。皇上之所以没有当时就驳回你的弹劾奏章，现在看来，只不过是做样子，表示一名天子在仲裁之时的公正形象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去吧，韦坚在等着你。看那边，三郎，臣妾想下去到那儿看看。这恐怕不安全吧？不会有什么不安全，臣妾可以换装，再带几个便衣侍卫，这太平盛世的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好吧，朕可以。此事不妥，请皇上和娘娘三思。喂，有什么不妥的？让玉环姐女扮男装，我领着她。大皇帝把娘娘交给阿蛮，尽管放心，只要谁敢接近娘娘，我就飞起一腿把他踢死。行了，你那飞腿是踢不死人的。三郎，就让臣妾去一次吧，在宫里都快把臣妾闷死了。哎，就1个时辰嘛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朕不放心呐。玉环，朕看今晚就在芙蓉园御宴宫，咱们唱歌跳舞，赏灯吧。老奴遵旨。站住！请摘掉面具。我要是不摘呢？哼！我明白告诉你吧，我们是京兆衙门的造诣，奉命在此执法，凡不予协助者，无论他是谁，一律带到京兆衙门。哦，你们的权力还不小啊！谁是你们的头？让他过来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摘下面具。好啊，我这一辈子吃的都是敬酒，还没尝过罚酒的滋味。将军觉得这个计划可行吗？如果殿下决心要做，
本将别无选择。不必勉强，关键要看此事能有几分把握。做就要做得不露痕迹，看上去像偶然的入室抢劫案。本将看了宰相府邸的地形，虽是高墙深院，但对那些敢死之事都不是问题。但要模仿成普通的刑案，恐怕困难。普通的毛贼哪会有这样的身手？但不用敢死之事，又如何敌得过宰相府内的护卫呢？没有时间去琢磨细节了。再不出去李林府，太子的地位将会不保。要快刀斩乱麻，上元节期间没有宵禁，人多杂乱，是最好的时机。进去，进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来，走！回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儿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抓人？哎呀，难怪你们把目标给弄丢了。你们快放了我！别等我告诉将军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们要找的就是将军，皇甫为明将军，对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不用害怕，你们长春楼的艺妓都是合法的官娼，受保护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长春楼的？太子的家奴拿大价钱雇你们去伺候一名将军，这个并不违法，但是将军本人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。我的天哪，是谁要害将军？好多人呐。告诉我们吧，将军今晚要去哪儿，我们好派人去保护将军的性命。真的？你们是？看见这个了吗？这可是个稀罕物。有了它，甚至可以进出皇宫，直面天子。那你们快去救将军的命啊！他可是好人呐。是啊，那你就说吧，将军要干什么？他在什么地方？干什么？奴家就不知道了。只是听他和人谈到景龙观，说是要到那儿去。将军，你能在今晚就召集起敢死之士吗？我那10几个卫士身手不错，人也忠诚可靠，召之即来。将军，你要知道，殿下把这个决定交给了你和我，成了，你我以后在太子登基时就是开国元勋。不成，你我得承担全部责任呐。谁？清明师傅。韦大人，事情不对，咱们赶紧走。我是吏部尚书韦坚，在此会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大胆歹徒，还敢冒充朝廷高官，拿下！不要动手，能说清楚。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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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押到京兆衙门，记住，不要承认他们声称的身份。是。三郎，你看，阿蛮跳的舞多好啊，他已经超过臣妾了。不，还是朕的玉环跳得好。三郎。自从进到宫里，臣妾练得少了。
委屈朕的玉环喽。还说臣妾想到街上看灯都不让去。哎，这不也挺好吗？你们的效率太低了。太子想见的和已经见过的人，肯定不止这2个。大人，你看这往下该怎么走？不承认身份没多大意思。明天消息一传出去，你就得乖乖的放人。朝廷的2名高官，不是京兆衙门能关得住的。而且这件事再拖下去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大人看，如果想让皇上相信此事的严重程度，必须今晚就报告，而且越快越好。特别是要让皇上知道太子的内兄和边疆大吏皇甫为明密谈些什么，他们的后台又是谁？懂了吗？我要亲自向皇上奏报，你也随我一同去。这个案子，你杨昭必须负责随时与宫里联络，谁也别想讨太子的好。我听大人的。下臣杨昭问贵妃娘娘安好。你这个大忙人啊，衣服怎么都湿了？赶紧换了，会着凉的。谢娘娘关怀，不碍事。皇上还夸你来着。皇上夸我什么？皇上说，在我们杨家，只有你是个立干之才，堪委以重任。皇上真的这么说的？是啊。你可别出去瞎说，这些都是私话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。这就奇怪了，大家为何偏偏选择景龙观会合密谈呢？谢娘娘提醒。嗨，昭哥，升了官发了财，可不能把阿玛妹妹给忘了。去，你别吓我，想忘我得赶呢。杨昭，皇上让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娘娘，我得过去一下。快过去。昭哥真厉害，升了官了。啊，你跟皇上说吧。贵妃的堂兄是个人才呀。公公们看得上的人可是不多呀。娘娘，即便是个庸才，也得要有人去帮他呀。我在想，公公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我那个堂兄还得公公多加教诲啊。瞧，皇上正在教诲呢。景龙为中宗皇帝的年号，景龙观又以这一年号命名。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地点密谈，无非是想为他们所策划的内容赋予天命的含义。皇甫为明的3000精骑还未返回陇右，一夜之间就可奔袭到长安。当然了，这一假设还需证实，但是一个太子的内兄，一个边镇将帅私自会见，这已经构成了违法，违反了朝廷制度，应依法予以追究。是啊，有些人还是喜欢生活在过去，他们喜欢景龙，不喜欢朕的开元天宝。你说的没错，历史上朝臣与边疆勾结进而逼宫的例证还少吗？李林甫，臣在。传诏，逮捕违奸计皇甫为明。不论皇甫为明是否存有动机，只要他们存在逼宫的实力和可能性，都要审讯推举。将军何必呢？本来我们这会儿都应该坐在御宴上的，是座上客，而不是阶下囚。如果将军合作的话，把问题讲清楚了，我看明年的御宴上还是会有将军的一席之地的。
我再重复一遍，你与韦坚的谈话地点是不是太子家奴选定并通知你的？上元之夜，王公与庶民同乐，老子乃统领万军的将军，爱上哪儿上哪儿。哼，还用得着一个家奴规定？哼，带证人。将军，这名艺妓你见过吗？不认识。将军你好健忘啊！柳燕飞，这位将军你认识吗？是谁出钱让你和长春楼的另外2名艺妓陪侍将军的？是太子宫的李公公，是他出钱让我们陪侍这位大人的。哦，你是从李公公与将军的交谈中得知，将军要去景龙观，对吗？是的。很好。你现在可以画押了。你们这是阴谋！你们罗织罪状，文治其狱，诬陷株连太子殿下。哎，公主，就让我给你看看吧。看什么呀？这是慈恩寺的长老亲自传给我的。过了这个村啊，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不信你问玉环姐，我给她看的准不准？准。哎呀，看完了。快说。快说不了，只能慢说。为什么呀？你见过谁给人家开玩笑，吵架似的赶着说啊？也是。那你就慢慢说吧。你呀，从上到下，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，就一个字，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只是他，谁都看得出来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那我呢，赠你2个字。什么？别急。哎，我打折你的腿。哎呀，好，小东西。走啦。公主，妹妹啊，不，娘娘，嗨，都让这小鬼头给折腾乱了。我还真的是很着急，否则我不会直接入宫见你的。这几天朝廷出的事，你都听说了吧？没听说。我的观世音娘娘啊，你可是一点都没变。长话短说，李林甫和太子斗法，李林甫赢了。那就是说，太子输了。对，太子要是输了就得换人，你明白吗？这样一来，只要你稍用心计，茂儿这么多年的心愿就能实现了。外面都已经布置好了，只待你的内应啊。等我的内应，我该如何内应呢？皇上和我在一起时，从来就没有提过寿王，我怎么能在皇上面前提我以前的夫君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皇上曾经单独召见过茂儿啊。我不知道，皇上一句也没跟我说过。你可以去找高力士，要拐弯抹角的说，高力士不会听我的，他更不会随便说话。这样吧，我只能找个机会帮你问问。公公，我想问你件事。贵妃娘娘说吧。我刚听说韦坚和皇甫为民出事了，而且还牵连到太子。这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又出这样可怕的事？皇上会怎么做呢？贵妃娘娘，大臣们的权力纷争很难分清是非，娘娘最好不要打听这方面的事。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，我只是担心皇上发怒会把身子给气坏了。老奴想此事可能会化小的，老奴请娘娘不要介入，因为此事连着太子，对娘娘多有不便。别人争权夺利，烦人的事却烦到了我身上。说实话，公公，我根本就不喜欢理会这些事，可是又总有人找我，想不烦都不行。
既然娘娘如此信任老奴，老奴也跟娘娘说几句心里话。如果老奴是娘娘，不管谁来找，怎样暗示，老奴一概不理，只管敷衍就是，切不可真处理。娘娘想过没有，寿王做了太子，对娘娘会好吗？娘娘现在的名义是贵妃，但实际上是皇后，丈夫是皇帝，前夫做了太子，娘娘将如何容身呢？再说，皇上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外面那些人头脑有问题呀，他们以为皇上夺儿媳为妻，要补偿儿子，荒唐。那也不是，外面的人都说寿王贤能。寿王贤能？娘娘和他夫妻一场，娘娘说呢？娘娘，人的生活是不能回到过去的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幻想过回到过去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生活在一起也有5年了，会情不自禁地去关心一下。你也知道我没有孩子，我多想跟皇上生个孩子啊。娘娘，人事已如此，外面的事无论如何闹，皇上是不会兴大狱的。自那次3个皇子之事以后，皇上心里一直很难过，易处之事绝不可能再轻易发生了。贵妃娘娘安好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安好。你一个人去吧，朕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让你去赏梅，你却这么看着朕。三郎也是梅花呀，万里霜天，躲在这儿独自开放，孤芳自赏。三郎，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不能跟玉环一起分享吗？2个人分担痛苦，只有一半的痛苦；2个人分享快乐，却有双倍的快乐。哼，说得好。可这事跟你谈不上。三郎这话可是没有道理的。什么叫谈不上？臣妾难道不能和三郎说句话吗？你想说什么？臣妾说什么有用吗？玉环只不过是三郎在怒气冲天时的一个出气筒。你是朕的出气筒？哼，朕的出气筒要都像你这么可爱就好了。那三郎还说谈不上呢。是啊，三郎知道怎样运用权杖去统帅三郎的大臣、军队和子民，知道怎样去治理大唐。而玉环呢，不过是领了一个贵妃封号，穿上这身宫装，在一旁慢慢的等他。别闹了，你说吧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臣妾就是要三郎说，都有些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心事，玉环非得要听听。那好吧，朕说了，你可别害怕。臣妾还没那么胆怯。朝廷出了件大事，李林甫还有你的堂哥，控告韦坚和皇甫惟明结谋，与共立太子为帝，甚至涉嫌以武力逼宫。你看你，脸都白了，朕说不说的吧？和你呀，也只能谈些风花雪月。三郎是说，太子想顶替三郎做皇帝？不会吧，三郎？如果宰相的控告不实呢？那韦坚和皇甫惟明还百般抵赖，臣是此地无银300两。难道官员们
能私下见面吗？当然不能，边疆大将不能与朝廷大员勾结在一起。如果这事真是由太子安排的话，那就是一场阴谋，将会酿成大祸的。太可怕了！三郎不会又要杀儿子吧？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思考方式。一谈到案件，首先联想的就是杀头。可是三郎曾在1日之内杀过3个儿子。你休要再提此事。玉环，你为何非要戳朕的伤心处呢？三郎，都是玉环不好，本想分担三郎的忧虑，可是没想到反而惹三郎生气。这不是玉环的本意，玉环只是忧虑，害怕那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三郎一辈子会于心不安的。三郎不安，玉环又怎能安呢？三郎，刚才说的事，让臣妾忽然间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太子的印象。那个时候还叫他三哥。他做储君是否合格，臣妾不懂。可是他做哥哥，却很有些做哥哥的样子。哦，你说给朕听听。哎呀，小鬼头！小鬼头，你干嘛不让我进去啊？不是说了吗？皇上在跟娘娘谈家事。哎呀，我呀，就是要进去跟大皇帝玉环姐谈家事的。哦，你去谈谁的家事？自然是谈我的家事了。哦，你的家事？那跟我谈不行吗？你是大将军呀，我怎么敢跟你谈呢？还有你这个正六品的舞蹈长，怕的是我不如你这个大宦官呐。哎呀，你居然敢嘲弄我！将来哪个男人如果要了你，准得让你给折腾死！高老头，我还没嫁人呢，你就这么咒我？今天晚上你就等着瞧吧，我一定登门拜访。这回呀，我要让你跳胡旋舞。小鬼头，你可千万别来呀！你有什么事啊？白天说了就算了，我怕你还不行吗？不行，白天我说不完。你要是真来啊，我就让彭将军帮我支演。高老头，你真是个好人，那就一言为定了。要是彭将军替你值夜的话，我绝对不进你的寝宫。要是彭将军不在的话，这回我就一定要让你跳胡旋舞了。高老头，不用送了，我走了。